非常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呢，为这个中韩学者交流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听了一天讲座，总的感觉啊，我的总的感觉是，这个谈论外交问题的学者比较乐观，谈论中国内政问题的学者呢，相对比较悲观啊。但是我认为他们几位今天下午在座的几位还不够悲观，我比他们更加悲观。那我们都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这个外交问题是内政问题的延续啊。内政是决定性的，决定内政的是什么？决定内政的是这个国家的制度。说这个南北韩之间关系如此紧张，根本原因在哪里？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制度不同。更准确的说，北朝鲜是一个独裁国家，他的行为是高度不可预期的，高度取决于他这个领导人的喜怒哀乐，他的这种个人成熟以及说不清楚的很多考量，所以我这个非常高兴啊，就是韩国早已完成了民主转型。我在国内做讲座的时候，这个学生和听众经常问我，中国大陆什么时候才会像台湾地区1987年那样民主转型？大陆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的蒋经国？其实他们忽视了，就是韩国在台湾之前1年就已经完成了转型，而且我认为可能在很多方面做的都比台湾更好，好在什么地方？一个标志，就是贵国，是今年吧还是去年选举了一位女总统，我认为这是这个国家民主成熟的一个标志，当然不是唯一的标志但我认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大家这听了一天的讲座比较累了，我说一个笑话给你们轻松一下。如果说我今天讲座你们不记得别的，可以记住我这个笑话。我所在的大学北京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校长，叫胡适大家可能知道他长得非常文静那么很多人讲呢，胡适怕老婆他自己也承认他怕老婆所以很多人嘲笑他怕老婆但他为自己辩护，说怕老婆是件好事儿，为什么？因为这是民主社会的象征你看这个专制社会和威权社会是吧，都是大男子主义你像中国这个现在的这个7位最高领导人当中没有女性觉得挺遗憾的。这个韩国以前应该也是这个一个大男子主义，和中国一样大男子主义比较严重的社会但现在选举了一位女总统，可见她可能也进入了一个怕女人的时代这是一件好事儿这也就决定了这个韩国是一个和平国家，而北朝鲜不是。哪一天他能够通过民主程序选举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那我们就用不着为他的这一些不负责任的外交行为担心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今天这个大家我看到韩国学者对中国也有一些类似的这个担忧那么我想根本取决于呢，就是中国以后的这个宪政改革步伐如何我觉得光是做梦是没有用的梦想永远是梦想，我们要回到这个现实社会当中来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社会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问题是怎么去实现怎么从这一个威权国家的此岸过渡到宪政民主的彼岸，这对我们来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我比较悲观，因为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一条非常清晰的路也许这个韩国学者可以这个用你们过去的经验为我们这个指点迷津我今天这个讲座呢有一个 PPT， 但我不可能这个完全按照这个 PPT 讲，这个能把它显示出来吗？好好，谢谢前面的我就是我的题目也是就中国宪政的路径
我们可以走哪些路？那么这些通往宪政之路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简单的说，中国宪政我把它总结为2条路，一条是官方的路，官方路径，一条是民间路径。官方路径当然最好，但是不可持续。民间路径可持续，但走得非常艰难，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结论啊。好，官方路径呢，我这边可以跟韩国朋友介绍一个，可能不是太知名的案件啊，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啊，中国的最高法院第一次适用了宪法啊，大家也许听起来很奇怪，怎么适用宪法也把它当做一条新闻？我知道这个韩国自86年建立宪政法院这 Constitutional Tribunal 以来，法院不断的适用宪法，但问题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机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目前仍然停留在有宪法但是没有宪政的阶段，就是我们是有宪法的，但是宪法所规定的那些改革我们没法实现啊。那么这个2001年呢，破天荒的最高法院第一次适用了宪法啊，在社会尤其是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很可惜啊，这一次改革呢，在几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在08年的时候，因为中国司法改革的倒退，索性取消了这次宪法适用的效力啊。那么主持这次改革的法官左边和他因为腐败问题而受到惩治稍后大家也应该都听说过薄熙来所主导的重庆模式对律师进行了无情的打压这是对中国法治的很严重的损害所以我把它总结为中国的官方路径基本已死，或者说它靠不住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中国官方路径就绝对走不下去，我们还是非常希望我们能够走下去。比如说现在最高法院换了一位院长那么这位院长呢正在推行司法改革，比如说纠正冤假错案似乎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更大的尺度上像刚才几位学者提到，政治改革目前似乎还是看不到什么大的希望所以官方改革呢，官方宪政的官方路径，我认为是在没有一点民间压力的时候是很难能够走下去那么，所以我们只有走民间路径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民间路径。因为宪法最终是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所以他们有利益诉求来维护宪法。那么中国民间路径的民间宪政的第一个标志性的或者说里程碑式的案例是03年的孙志刚案因时间关系我就不多介绍了，我想在座的有些熟悉中国的朋友可能知道他是因为中国以前为了落实户籍制度而制定的收容遣送措施而非正常死亡的一位青年那么在这一起事件发生以后呢，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传播他的这起恶性事件在中国大陆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最后政府被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所以这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早已开始大家也许知道78年就已经开始，但是它的社会改革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03年的孙志刚事件应该是作为一个里程碑那孙志刚事件和齐玉林案不同，齐玉林案出台以后再也没有其他的效果。但孙志刚事件发生以后呢，不仅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而且在很多的领域都有推动作用
那么最直接的就对于这户籍制度改革啊，现在中国这个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正在有步骤的施行对这个农民工这个待遇的关注啊，以及在这个户籍制度以外的一些领域也取得了进展啊。那么这些进展呢？是这个虽然和孙志刚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都是按照孙志刚事件所发生的模式来进行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刑事正当程序啊，纠正这个或者防止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啊，这个以及这个现在还没有开始的这个看守所改革，那么都是孙志刚模式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注脚啊。那么孙志刚模式，我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因为它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这个制度改革的主要模式啊。那么它的这个过程呢是，首先这社会上可能因为存在一些比较罪恶的制度而产生的悲剧，或者是受益这个政府以很大的这种自由裁量，导致政府滥用公权，产生了个人悲剧。这些悲剧经过媒体公开报道以后呢，产生了极大的社会义愤。最后震动了中央，通过中央采取措施来进行推动制度改革。我们发现孙志刚事件是这样，09年底发生的唐福珍事件，就是目前在中国进行的如火如荼啊，产生了严重社会问题，以及刚才这韩老师讲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大规模上访啊，如此大数量的上访，主要是因为农村和城市的这种征地运动导致啊。那么这也是一起恶性的自焚事件，它产生了很严重的这个社会抗议，最后呢，最终也促使国务院改革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拆迁条例啊，所以这是一个目前中国这个制度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这种模式存在的一系列很严重的局限性啊。那么首先一个严重的局限性就是这个制度进步的代价非常之高，通常都涉及人命，因为如果没有人命，就不足以产生严重的这社会影响，啊。那么第二就是大家看到这种模式要经过好几个过程啊。那么在这么长的这个链条，任何一个地方发生问题，它都会被卡住，它就进行不下去，制度改革就不会发生啊。所以运作方式非常迂回啊。那么比如说，那么我首先要提到一点，就是中国改革近30年最大的一个成就是什么？就是言论自由啊，包括媒体报道的自由啊。那么这是和50、60年代以及70、80年代都不能相比的一种状况啊。但是呢，毕竟政府对言论还有所控制。如果说它防止某一个事件的报道，那么这个事件首先就不会产生社会影响。产生社会影响，因为社会这报道的事件太多，我们每天啊，刚才这位老师也讲过，我们有大量的这种群体性事件啊，我们的公民可能目不暇及啊，顾不过来，它未必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产生的社会影响未必足以这影响中央。最后呢，影响了中央出台的政策未必能够真正的推行到地方，啊，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它都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啊。聂树斌事件是一起冤假错案啊，其实最近几天它也是中国的一个新闻，因为最高法院正在这个重新审查这一起这个已经拖了很久的冤假错案啊。那么当然我们有比这孙志刚模式更好的解决问题方式。我知道只有时间简单的提到07年发生在厦门的集体散步啊，就是抗议在厦门建造 PX 大型项目，因为这个当地的公民害怕这个气体的污染啊会导致疾病啊。那么这是最后呢，他们成功的这个让政府迁址啊，还有一系列的这一类公民维权运动。那么这些运动呢？可以其中有一些有效的维护了当地的这个权利啊，当地居民的权利。那么这个厦门模式之所以要比孙志刚模式更好，是因为它不需要通过中央政府啊，通过
地方的人民和政府直接交涉并且施加影响，最后就成功的这个解决了问题所以它的过程要简单得多但厦门模式我这没有时间展开，其实它也和孙志刚模式同样带有局限性包括结果不确定包括缺乏可预期性和可复制性。它可以在厦门成功，可以在上海成功，广州成功，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地方，它就未必能够成功所以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就是我刚才讲的2条路，一条是官方的，一条是民间的。事实上，在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比如说韩国你是需要2条腿走路这2条路都需要，那么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推动必要的制度改革。现在中国只剩下1条路那么我们会发现制度改革的这个代价很高而且非常的艰难所以这是我们清末的一位企业家，最后的一位状元他说过这个宪政需要政府来实施，同时呢也需要人民来一起推动我想他这一点讲得很好中国呢在近年来也有个别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乌坎事件大家应该都知道发生在广东。那么如果说没有广东省政府的这种配合或者说支持，那乌坎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它更需要这个乌坎当地村民起来为自己维护权利但这2方面必须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有效的制度变革但中国的乌坎太少目前只有1个，而在这样的等于是在一个威权的汪洋大海之中的一个民主的孤岛，那么最后我们会发现，那么这个孤岛本身也会出问题。最近也报道了一些乌坎的困境那么我想归根结底，可能最终的回到这个宪政的民间路径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人民觉醒起来包括这个像韩国在转型之前这样我想中国目前可能所处的阶段有点类似于韩国的70年代甚至可能更糟糕一些但是在这方面我相信韩国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经验我当时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报道关于这个韩国学生采取很激烈的抗议行为，甚至有些这个比较激进的甚至比较极端的行为我们不是去鼓励激进，但是一个民族要有勇气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推动这个国家的宪政民主，否则它是没有希望的。谢谢大家。